为了拉票评优，吝啬室友从垃圾桶里捡烂水果做果切，分给班上同学吃。我得知后连忙劝阻，他们却说我嫉妒心作祟，把我臭骂一顿。当晚，他们就因为食物中毒入院。事后，室友嫁祸给我，说我为了不让他评优，故意给他的水果下毒。他不仅在我柜子里放了农药，还让另外2个室友做伪证。我百口莫辩，被愤怒的家长活活砍死，室友却靠着骂我成为网红，大赚一笔。再睁眼，我回到了室友捡烂水果做果切这一天。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这些水果不就烂了一个角，扔掉也太浪费了，把烂掉的地方削去，剩下的部分正好拿来做果切。耳边传来熟悉的话语，我猛地意识到自己重生了，还重生到了慕瑶捡烂水果这一天。循声望去，慕瑶正站在臭烘烘的垃圾桶边，捏着鼻子在里面翻找水果。这些水果都是发烂发黑的，长遍了霉菌，苍蝇更是在上面疯狂叮咬，流下来的汁水都是褐黄色的，看着就让人反胃。前世，慕瑶心疼这些烂水果，觉得浪费可惜，想捡来做果切。我目睹一切，好心劝他说吃烂水果会食物中毒，他却不听，还对我南乔，你少管闲事，我看你就是大手大脚惯了，一点都不懂得勤俭节约。慕瑶执意把烂水果做成果切，还分给班上同学吃，以此做人情，方便他拉票评优。我得知后前往劝阻，见我来了，慕瑶给我拿来一盒果切，说是专门给我留的，我却将果切一把拍掉，大声提醒都别吃了。做果切的水果是慕瑶从垃圾桶里捡来的，我亲眼所见，水果都发霉发烂了，上面长满了黄曲霉菌，吃了会食物中毒的。我这么一吼，众人愣在原地，都放下了手中的果切，若有所思地看向慕瑶。慕瑶，这真是你从垃圾桶里捡来的？慕瑶却丝毫不慌，拿起手边的果切，当着众人的面连吃了好几口水果。怎么可能有毒？你们看，我吃了这么多口，不也没事吗？再说，要真是垃圾桶捡来的，我怎么可能吃得下去？眼看慕瑶吃了果切，众人这才相信，转头冷眼看向我，对着我就是一顿臭骂。人家慕瑶都吃了，这果切怎么可能有问题？就是这水果这么水灵，一看就是现买的。我看你就是嫉妒慕瑶能评优，见不得他好，所以故意来捣乱。瑶瑶一向勤俭节约，给我们买果切肯定破费了。你不仅拍掉果切，还阻止我们吃，真是不识好歹，心肠歹毒。他们不知道，慕瑶之所以吃了没事，是因为他前面吃的果切是他去超市现买现切的，但给他们吃的却是垃圾桶里的烂果切。为了让水果看起来光亮饱满，慕瑶冲洗了不下10遍，用鞋刷刷去上面的污渍和霉菌，更是往水果里注水。众人不顾我的劝阻，吃了果切，结果当晚他们就纷纷食物中毒，上吐下泻，被送往医院。有几个人因为吃得多中毒深，抢救无效，直接吐血而亡。慕瑶吃的是好果切，自然没什么事。另外2个室友陈佳和张丽也因为吃得少，幸免于难。经检测，受害者们是黄曲霉中毒加农药中毒。慕瑶捡来的烂水果不仅发烂发霉，上面还有农药残留。事情闹大，慕瑶慌乱下嫁祸给我，说我眼红他，故意往他的水果里下毒。不仅在我柜子里放农药，还让陈佳和张丽帮忙做伪证，都是南桥下的毒。
他嫉妒我，就想毁了我的评优。我说当时他怎么不吃，还非阻止班上同学吃，因为他早就知道果切有毒。是啊，我们亲眼看见南乔给水果下药，当时他还骗我们是水果没洗干净，给水果清洗。早知道他是下农药，我们肯定会阻止他的。人证物证俱在，我百口莫辩，被愤怒的受害者家长一人一刀活活砍死。我死后，慕瑶靠着骂我成为网红，大赚一笔。他不仅骂我，还造谣我父母。能生出这样的女儿，他父母肯定也不是什么好货。在他的造谣下，我家公司形象受损，股票暴跌，没多久就破产了，负债累累，员工纷纷拎着斧头上门要债。慕瑶更是趁机向我父母索赔，逼得我父母卖房卖血，后面更是被网暴折磨。没多久，我父母就被活活气死。我父母死后，慕瑶却在直播里嘲讽，这种人渣父母死了也活该。我这是替天行道，我因此死不瞑目，怨气不散。好在老天有眼，又给了我一次重来的机会。再睁眼面对慕瑶翻烂水果做果切，我没有上前阻止，而是掏出手机把一切都录了下来。这一次我不会再插手，我要让他自作自受，血债血偿。慕瑶把烂水果带回了寝室，我也紧随其后。一回到寝室，慕瑶就捣鼓起了他的烂水果，因为太专注都没注意到我。烂水果上面满是黑黄的油渍，还挂着浓稠的唾液，果核满是油污，还有发酵的泡面汤，令人作呕。不仅烂水果是捡的，果核也是捡来的。慕瑶用鞋刷水果，刷完后把水果和果核对着水龙头冲洗了10几遍，才开始切块装盒。除了他正好人手一份，他没有给自己准备，是因为他给自己买了好果切。慕瑶刚把果切整理好，陈佳和张丽就回来了。慕瑶见状，将果切分给他们，你们回来了，正好水果打折，我就买了一些做果切，你们快尝尝。陈佳和张丽向来喜欢捧慕瑶的臭脚，立马笑着接过，连连道谢。瑶，你真是有心了。说来也可笑，他们前世明明也被慕瑶害得差点食物中毒，得知真相后，却还是愿意帮慕瑶做伪证，只因为慕瑶承诺会推荐他们当评优候选人。而我平时对他们不薄，本着与人为善的原则，对他们几乎是有求必应。他们找我借化妆品用，借珠宝戴，我都大方地给了。事后没还我也没计较，平时出去也都是我请客，甚至他们差点挂科也是我给他们补习，让他们及格的。可我掏心掏肺换来的却是他们的背叛。前世在我被慕瑶嫁祸的时候，我求助他们，希望他们帮我证明清白，可他们却帮慕瑶做伪证，只认农药就是我下的。我因此百口莫辩，惨死在家长的刀下。如果慕瑶是杀害我的凶手，那陈家、张丽他们就是从犯，我的死他们都脱不了干系。在我思索间，慕瑶这才注意到坐在书桌前的我，不禁慌了一下。南乔，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知道现在不宜打草惊蛇，便冲他微笑。就在陈家他们前面，一回来就看到满屋子的果切。听我这么说，慕瑶松了一口气，也给我拿来一份果切，给，外面那么热，快吃份果切解暑，这可都是我现切的。说来最近也是幸运，不仅评优上了，还遇到水果打折，可能冥冥之中预示我会有好事发生。说这话时，他勾起一抹得意的笑容，满脸炫耀。陈家、张丽纷纷附和，那说明这次的评优稳了，优秀名额非你莫属。是啊，我们都会给你投票，
希望你能苟富贵勿相忘。慕瑶笑得更欢了，但见我迟迟没接果切，也有些不满。南乔怎么不拿果切？虽然是打折水果，但也是花了我1周生活费的。陈家立马推了我一下，催促道：“愣着干嘛？快拿呀！别辜负了瑶瑶的一番好意。”拿个屁！这可是催命符。前世我因为拍掉了果切，他们便以此为借口，咬死毒是我下的，不是你下的毒。你当时为什么反应那么大？这次我依旧没接受果切，却是笑着婉拒，不像前世那般激烈。谢谢你的好意，但我桃子过敏，你的果切里一半都是桃子，我吃不了。见我拒绝，慕瑶瞬间红了眼眶，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是我考虑不全，忘了南乔你是大小姐，一般水果都入不了你的眼，何况是打折水果。在他的一番恶意曲解下，陈家张力冷眼看我，替他打抱不平。南乔，你少拿过敏当借口侮辱人，不就是看不上瑶瑶的打折水果吗？你不就会投胎吗？论优秀，还得是瑶瑶，毕竟瑶瑶可是评优候选人，评优也是早晚的事，不像你，只有一身铜锈味。就你这大小姐，脾气活该评不上优。就是学习好有什么用？人品烂，狗眼看人低。既然你不吃，那我们就把你那份吃掉。他们一把将我的果切拿走，开始狂炫起来，吃得满嘴汁水。看他们这样，我心中冷笑，吃吧吃吧，最好把自己吃死。不过说到评优，我却是不免疑惑，明明我全科优秀，还拿过多次奖项，但是评选的第1轮就被刷下来了，反而是挂科无数、一无是处的慕瑶被选上了。这里面该不会有什么隐情？不等我细想，慕瑶已经把剩下的果切打包起来，要给班上同学送过去。陈家和张丽跟着一起，我也紧随其后。我知道前世那件事情终究还是要发生了。前世慕瑶趁我不注意，把烂果切送给班上同学吃，想做人情拉票评优。我发现后立马劝阻，却遭到同学的谩骂。后面他们食物中毒，却怪到我身上。如果不是心虚，你当初为什么要阻止我们？就是你肯定知道有毒，不然为什么不吃？最终我被千夫所指，落得尸骨无存的下场。而现在慕瑶又殷勤地给同学发果切，今天水果打折，我花了1周的生活费给大家买了水果做果切，大家都消消暑。众人接过果切，纷纷夸赞慕瑶人美心善。慕瑶害羞一笑，都是同学，互帮互助是应该的。不过我也希望大家能记着我的好，评优的时候能支持我一下。吃人嘴软，众人立马明白慕瑶的意思，纷纷点头。放心，我们一定给你投票。在众人要吃果切的时候，我还是提醒了一嘴。听说打折水果都不是很新鲜，很多地方都是烂的坏的，吃多了容易闹肚子，还是少吃为好。毕竟他们前世被慕瑶蒙蔽了，也算是受害者。听我这么说，众人拿果切的手一顿，转头看向慕瑶。慕瑶脸色一沉，随即立马红了眼眶，嘟起小嘴，一副受尽委屈的模样。南乔，你的意思是我故意买不好的水果给大家吃，我存心让大家闹肚子。你也知道我钱不多，每月只有1500，不像你每月有3000生活费。我也想给大家买好的，但我买不起。这些水果已经花了我1周的生活费了，未来的1周我都只能啃馒头。这些水果不值钱，却也是我的心意。我知道你看不起我，但你至于这么侮辱人吗？你们要是不信，我可以直接吃给你们看的。说着，慕瑶像前世一样准备吃他手边的好果切。
我先一步把烂果切塞到他手里，别吃那盒，吃这个。慕瑶脸都白了，气得哆嗦，眼里也是闪过一丝怀疑。他就这么拿着果切，迟迟没动作。他自然不敢吃，毕竟他也知道这烂果切有多么恶心。慕瑶就是这样，明明抠搜，又想博好感，就想出拿烂果切做人情这个损招。沉默片刻，陈家张丽看不过去，替慕瑶出头：“南乔，你为什么要这么为难瑶瑶？在寝室的时候，瑶瑶好心给你果切，你不要，说自己过敏。现在瑶瑶给别人吃，你又来阻止，安的什么心？你该不会眼红瑶瑶是评优候选人，所以嫉妒心作祟吧？毕竟你可是第一轮就被刷掉了。”此话一出，众人注意力被转移，议论纷纷。南乔是什么大小姐脾气？自己不行就来给别人添堵。就是，你要是不吃，就滚一边去。我们还要吃呢，就算是打折水果又怎么了？这也是瑶瑶的心意，我们就爱吃，你管得着吗？他们不顾我的劝阻，执意要吃果切，更有人要我给慕瑶道歉。南乔，你赶紧给瑶瑶道歉，道歉。他给我道歉还差不多，我前世落的那般下场，可都是拜他所赐。其中一个暴脾气的男生更是把我扔出门。慕瑶见状，眼里闪过一丝得意，他一直都想压我一头，这会让他有很强的优越感。看着教室里谈笑风生的众人，我心中一阵冷笑。机会给你们了，这可是你们自己要去送死的，那就随便你们，反正到时候遭罪的是你们，不是我。由于班上同学吃了不少果切，当晚就出事了，他们纷纷食物中毒，上吐下泻，甚至有人狂吐鲜血，止都止不住。送医院的时候，鲜血早已染湿了衣服，地上更是拖出了长长的血痕。触目惊心，事情闹大，辅导员经过调查，发现那些学生是吃了果切才中毒的，而检测报告单也显示果切里的水果都是烂的，黄曲霉菌严重超标，甚至还有农药残留，吃一点都会闹肚子，何况吃这么多。辅导员通过监控发现果切是我们宿舍送的，连忙赶来。在辅导员赶来期间，其他寝室的人在一旁看好戏，议论不止。听说果切是从612传出去的，到底是谁这么缺德，给别人吃烂水果？听说这水果上还有残留的农药，那些吃得多的学生现在还在抢救呢。听着众人的议论，慕瑶三人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也是慌了手脚，脸都白了。张丽这才后知后觉，难怪我刚吃完就感觉味道不对，吃完后肚子也有点痛。原来果切不仅发霉了，上面还有农药残留。陈家更是一脸着急，这下怎么办？吃个果切居然把人吃进医院，要是追究下来，我们都会被连累，那就彻底评不了优了。慕瑶，此事因你而起，要不你去自首吧，别连累我们。张丽也在一旁附和：“是啊，搞不好我们还会被退学。”听陈家他们这么说，慕瑶也是恼了，气红了脸。我也是一片好心，你们怎么能怪我呢？还有，既然你们当时就感觉味道不对，吃完后也有异常，为什么不提醒我？你们要是早点提醒我，他们也不会中毒。说来说去都怪你们，就是你们的错。陈家张丽也是被慕瑶的奇葩逻辑给震惊到了，瞬间狗咬狗起来。慕瑶，果切是你买的，关我们什么事？就是要不是我们吃的少，我们现在也进医院了。说起来，我们也是受害者，没向你索赔就不错了。慕瑶当场语塞，他说不过陈家张丽，就拿他们的把柄做威胁。你们别忘了，
我们可是一条船上的，要是把我惹急了，我就把你们之前奖学金的事抖出来。”说到一半，慕瑶这才注意到床上的我，连忙闭了嘴，但在看到我戴着耳机，一脸茫然地看向他后，又松了一口气。毕竟我在宿舍是出了名的爱学习，每次都会戴着耳机上床背单词。可他们不知道，这一次我的耳机里没有声音，他们的话我都听得一清二楚，害怕慕瑶鱼死网破。陈家张丽连忙点头：“瑶瑶，我们帮你就是了。不过辅导员马上就来了，现在我们该怎么办？”慕瑶瞥了一眼床上的我，眼睛一亮，压低声音道：“别急，我有办法。”说完，他们便小声密谋去了，期间还翻动了一下我的柜子，我全当没看到，就这么静静地看着他们演戏。毕竟现在越得意，一会儿摔下来的时候才会越痛。他们刚把东西放好，辅导员就冲了进来，身后还跟着一群愤怒的学生家长。那些家长拿着菜刀，凶神恶煞：“是哪个兔崽子害了我孩子？我要他偿命！我儿子现在还在抢救，敢毒害我儿，老子弄不死他！”看到这些家长，我不由一颤。毕竟前世我就是在他们的乱刀之下生生咽了气，现在一想起来，身上还是隐隐作痛。辅导员一边劝阻家长，一边冷眼看向我们：“果切是你们谁买的？赶紧承认！”慕瑶瑟缩了一下，弱弱开口：“水果是我买的，果切也是我做的。”在众人准备喷慕瑶的时候，他却话锋一转，伸手指我：“但是南桥下的毒。”下一秒，慕瑶当着众人的面拉开我的柜子，直接从里面找出了一瓶农药，声泪俱下：“南桥他嫉妒我能评优，所以故意下毒害我，想让我丢掉评优名额。可我没想到他这么丧心病狂，不仅害我，还牵连了其他同学，是我害了他们。”陈家张丽也义愤填膺道：“南桥向来输不起，之前在寝室就一直针对瑶瑶，瑶瑶是被陷害的。我们亲眼看见南桥往水果里下药，当时他还骗我们是在清洗水果，要是我们能早点阻止，就不会变成这样了。”说着，慕瑶三人自责地抱头痛哭，直接把我推上了风口浪尖。辅导员冷眼看我，众人更是议论不已。没想到是南桥下的毒，他的心可真黑，就因为没有被评上优秀，就报复投毒，好可怕！家长更是双眼喷火，抡起菜刀就要上来揍我。原来是你这个贱丫头，我女儿被你害得吐血不止，医生说她的器官都坏了，没有几天可活，我要砍死你，给她报仇。在菜刀要落到我头上的时候，我冷声道：“我没下毒，这烂水果是慕瑶从垃圾桶里翻出来的，所以才会黄曲霉超标，更有农药残留。”慕瑶眼里闪过一丝惊慌，却疯狂嘴硬：“什么垃圾桶？你血口喷人！”我冷笑一声，反手掏出手机，当众播放了一段视频，一字一顿道：“我血口喷人，那这是什么？”我播放的视频不是别的，正是之前偷录慕瑶翻垃圾桶捡烂水果的视频。看到视频后，慕瑶脸都绿了，更是瞪圆了眼睛：“什么？这怎么可能？他怎么都没想到会被我反将一军。”众人则是震惊不已。在看到慕瑶把烂水果从垃圾桶里拿出来，苍蝇乱飞，流了满手褐黄的汁水后，更是一阵作呕，纷纷指责慕瑶：“我天，慕瑶疯了吧？那可是垃圾桶，他在垃圾桶里捡水果，好恶心！”知道慕瑶吝啬，但没想到他会吝啬到这个地步，不想出钱就不要做人情，打肿脸来充胖子。那些中毒的学生好惨，要是知道吃的是这样的果切，怕是得气晕过去。
不行，这果切爬满了苍蝇，汁水都是黑黄色的，隔着屏幕我都想吐了。陈家张丽更是铁青着脸，这才意识到自己吃的是垃圾桶捡来的果切，而且还吃了那么多。他们立马原地开吐，疯狂扣嗓子眼，埋怨地看着慕瑶。慕瑶，你还骗我们这水果是打折买的？我就说，一向吝啬的你怎么会这么好心，居然是从垃圾桶里翻出来的？哦，恶心！被陈家张丽这么一说，慕瑶的人美心善形象当场崩塌，他气得脸都绿了。这时辅导员更是冷冷瞪了他一眼，慕瑶身体下意识的一颤，他连忙摇头，疯狂狡辩，不是这样的，我没有从垃圾桶里捡水果，做果切的水果都是我现买现切的，这个视频肯定是南桥故意合成来害我的，他这么做就是为了不让我评优。那个果切我也吃了，如果真的是垃圾桶里捡来的，我怎么可能吃得下去？在慕瑶的诡辩下，众人稍微有些动摇。也是啊，听说那天慕瑶也吃了，那应该不是垃圾桶捡来的吧？不然慕瑶不就伤敌1000，自损800了？而且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合成一个视频也不是很困难。我却冷笑回对，是吗？既然你说是买来的，那应该有付款记录吧？你把付款记录调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此话一出，众人立马叫嚣着要看慕瑶的付款记录。慕瑶脸都黑了，紧咬下唇，愤恨地瞪我一眼。这水果是他捡来的，他又怎么会有付款记录？就算真有，也只是他那一盒的。见他迟迟都没拿出付款记录，众人不免质疑起来。没有付款记录，那这烂水果十有八九就是慕瑶捡的，就是，不然为什么拿不出付款记录？真不是我拿不出付款记录，是因为我有定期清理的习惯，一不小心给删了。你们不信，可以问陈家和张丽，他们当时可是亲眼看见我把水果买回来的。说着，慕瑶不忘趁机给陈家张丽使眼色，小声威胁：别拆我台，否则有你们好果子吃。要是不帮我，你们奖学金的事。一提奖学金，陈家张丽脸都白了，连连点点头，又和慕瑶统一战线。是啊是啊，我们都可以作证，这水果是慕瑶买的。当时他带回来时，我们还特意看了，这水果饱满水灵，一看就是现买的，和视频里的完全不一样。慕瑶满意一笑，继续往我身上泼脏水。我用性命担保我的水果没问题，都是南桥恶意下毒，那些学生才会食物中毒，不然为什么检测出来的结果有农药残留？黄曲霉超标可能也是农药导致的。不等我开口，慕瑶继续输出。大家想想，如果不是南桥下的毒，当时为什么就他没吃？而且我还在他的衣柜里搜出了农药。众人找不出反驳的话，纷纷沉默。为了让众人信服，陈家张丽更是趁机附和做伪证，毒就是南桥下的，我们亲眼所见。而且南桥还是学计算机专业的，合成一个视频对他来说再容易不过。在慕瑶三人的一唱一和下，众人完全被他们牵着鼻子走，冷眼看我，继续向我发难。有道理，视频可以作假，但是检测结果上的农药残留却做不了假。这么说，真是南桥干的。这个丧心病狂的女人，不仅下毒滥杀无辜，还栽赃嫁祸，恶毒至极。家长也是怒不可遏地朝我逼近，抡起拳头就要揍我。臭丫头，敢耍我们，找死！眼看拳头就要落下，我冷哼道：等等，如果你们觉得我是合成造假的话，不妨调监控，
垃圾桶那附近还是有不少监控的。听我这么说，慕瑶肉眼可见的慌了，声音都不免结巴了起来。监控？不用这么麻烦吧？这一听就是南桥用来拖延时间的借口。南桥，现在证据都摆在面前了，你就别做无用的挣扎了。你快点和大家认错道歉，只要你是真心实意的，大家都会原谅你的。慕瑶表面上看起来是在为我说话，其实只是为了坐实我的罪名，让我彻底背上黑锅。辅导员也趁机出来搅浑水。南桥，别狡辩了，快点承认错误，真惹怒了这些家长，谁也保不了你。我死死盯着慕瑶，一字一顿道：慕瑶，你这么抗拒，怕不是心虚了，所以不敢。慕瑶虽然眼里闪过一丝惊慌，却下意识的嘴硬：你一个合成视频，我怕什么？我勾唇冷笑：那我也只是调个监控，你又怕什么？慕瑶不说话了，额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肉眼可见的紧张了。其中有人看热闹不嫌事大，大声叫嚣：调就调，让南桥打脸。随后越来越多人要求调监控，家长也是纷纷同意。快调，我们不想误伤无辜，但我们也需要一个交代。慕瑶气得后槽牙都要被咬碎了，更是浑身颤抖，却碍于人多不好发作。在众人的要求下，辅导员只能去调监控。监控一放出来，慕瑶的脸瞬间青紫交错，像极了打翻的调色盘。因为监控的内容和我前面视频的内容如出一辙，他疯狂把烂水果往袋里装，还冷笑出声：正好做成果切，脏就脏点，洗洗就好，反正到时候吃的也不是我早就买了新鲜的果切，这样我既省了钱，又做了人情，一箭双雕。陈家张力再次被暴击，狂吐不止。慕瑶的所作所为也是彻底引起了众怒，再看一遍还是好气，怎么会有这么奇葩恶心的人？就是刀没扎在他身上，永远都不觉得疼。无耻，自己吃好果切，给别人吃烂果切。骂声越来越多，慕瑶的脸早就羞得通红，他还想拿农药说事，说我也是间接的凶手。如果我是凶手，那南桥就是间接的凶手。那些人会中毒，可不仅是因为黄曲霉中毒，更是农药中毒。慕瑶这是想破罐子破摔，拉我下水。可惜我不会给他这个机会。在众人朝我投来审视目光的时候，我直接把慕瑶他们前面嫁祸给我的录像放了出来。录像里，慕瑶三人蹑手蹑脚地靠近我的衣柜，下一秒，慕瑶直接从口袋里摸出一瓶农药扔了进去。他们不知道，从他们动手的那一刻，我就开始录像了。这下慕瑶没法辩解，只能铁青着脸低头默认，那怨恨的眼神恨不得将我生吞活剥了。一旁的辅导员则是恨铁不成钢地瞪了慕瑶一眼，看你干的好事。这下真相大白了。愤怒的家长冲上前，对着慕瑶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左右开弓，连扇几十个巴掌，把慕瑶打得惨叫连连。辅导员拦都拦不住，还有人觉得不解气，抡起菜刀就朝慕瑶狠狠砍去。我闺女现在还生死不明，我要你血债血偿。慕瑶一边尖叫一边闪避，虽然慕瑶躲过了致命伤，但菜刀还是把她的脸划出了长长一道的血痕，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当场毁容。不，我的脸。意识到自己毁容后，慕瑶直接气晕过去。就算这样，家长依旧没有停手，还是对慕瑶一通乱揍。众人则在一旁叫好不已，打得好，对付这种贱女人就得这样，爽了，打得我乳腺都通了。最后是辅导员报了警，
警察赶到才制止了这场闹剧。彼时，穆瑶已经被打得奄奄一息，出气多入气少了。最终，警察对双方分别进行了教育。家长因故意伤人要被关几天，还要赔偿穆瑶的医药费。而穆瑶虽然也涉及故意伤人，但因为是学生，所以只需要赔偿受害者的医药费和精神损失费。警察把家长带走后，辅导员也把穆瑶公主抱去了医院。他看向穆瑶的眼里满是心疼。陈佳和张丽也相互搀扶，跟着去医院洗胃。临走前，辅导员看我的眼神阴冷狠厉，很快我就知道他这眼神是什么意思了。穆瑶捡垃圾做果切，害得全班人食物中毒，嫁祸是有一事，很快就被人写进帖子发网上。为了让网友信服，这人还贴心地附上了穆瑶捡垃圾的监控和穆瑶把农药扔我衣柜的视频。帖子一经发出，瞬间在网上掀起了千层浪，网友对此谩骂不已。怎么会有这么奇葩的人？捡垃圾给同学吃，简直是抠出了天际。就是看得我隔夜饭都要吐出来了。这人不仅捡垃圾害同学食物中毒，更是把农药放室友衣柜嫁祸室友，就没见过这么无耻的人。听说是 A 大的穆瑶，大在搞什么？还不把他开除？等着这颗老鼠屎坏一锅粥吗？就是退学，必须退学。和这种人一个学校，简直就是我的黑历史。就没人骂另外2个室友吗？他们也是帮凶哎！既然你们不骂，那我可骂了。另外2个室友也是奇葩，是贱货。舆论不断发酵，穆瑶也是遭到了网友们的网暴。网友不仅给他打骚扰电话、发骚扰短信问候全家，还时不时地给他寄去恐怖包裹。有时候包裹里是死老鼠、死蛇的尸体，有时候里面则是裹满狗血的粪便。甚至走在路上，穆瑶都会被认出他的网友扔石子、吐口水。在日复一日的折磨下，穆瑶精神萎靡，整个人日渐憔悴。陈家、张丽也被牵连，深受其害。而我在他们被网暴的那一刻就搬回家住了。我可不想被他们牵连的睡不好觉。这之后的几天，他们都出奇的安静，没有再搞别的小动作。本来以为能继续这样宁静下去，结果辅导员却给我打来电话，让去办公室一趟。等我到的时候，发现穆瑶他们3个也在。穆瑶眼眶红红的，一看就是刚哭过。我下意识地认为辅导员找我来是要和我说处罚穆瑶他们的事情，没想到我刚进门，辅导员就对我劈头盖脸一顿骂。南桥，事情的前因后果我都清楚了。瑶瑶和我说了，她这么做只是太想超过你了。说起来还得怪你，是你刺激到了瑶瑶，要不是因为你太奢华，瑶瑶也不会想攀比。还有，你当初明明看见瑶瑶翻垃圾，为什么不上前阻止？要是你当初制止她，她就不会把烂水果做成果切，更不会害得这么多学生食物中毒，纷纷入院。抛开事实不谈，你就一点错都没有吗？再说，大家都是同学，你完全可以私下协商，为什么要不顾同学情分，闹得人尽皆知呢？你这样不仅损害了他们的名声，更是破坏学校的形象。你看人家瑶瑶这几天被网暴的都抑郁了，而且瑶瑶也是因为你才会毁容的。南桥，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我就没见过你这么冷血自私的。我直接傻眼了。辅导员这是光明正大的偏袒他们，甩锅给我呀，还抛开事实不谈。我不谈事实谈什么？谈他脑子里进了多少水吗？我当场气笑，毫不客气地回怼道：辅导员，你搞清楚，
慕瑶自己贪慕虚荣，关我什么事？我就是命好，投了个好胎，难道这也要怪我？你说我不顾同学情分，那慕瑶呢？她嫁祸给我的时候，也没考虑过同学情分啊。再说，我又不是她妈，她要捡垃圾也是她的自由，我没有义务管她，就怕管了，到时候还会被她反咬一口。前世不就是这样吗？我好心劝阻，结果却落得那么个惨死的下场。那这一次我为什么要圣母心泛滥，上赶着送死的人？死了拉倒。顿了顿，我冷眼看向辅导员。辅导员，你说我冷血自私，那我也同样没见过你这么双标可恶的。被我一对，辅导员气红了脸，怒喝道：你不敬师长，真是没教养！我冷笑一声，毫不客气地对了回去。我这可是和你学的，毕竟什么样的老师教出什么样的学生。我这么一对，把他气得够呛。慕瑶连忙出面，好心劝道：南乔，你还是对辅导员客气些，毕竟辅导员是可以拿捏我们的学分的。慕瑶这么一提醒，辅导员立马摆起了架子。南乔，我不管过程怎么样，现在的结果就是瑶瑶被你整抑郁了，而且你还3番5次出言顶撞我，你必须向我还有瑶瑶道歉，要不然我就扣你学分。别怪我没提醒你，学分不够，你是不能顺利毕业的。我无语的在心里狂翻白眼，呵，狐假虎威，谁不知道辅导员根本管不了学分？在大学里，辅导员就是个摆设，权力不大，脾气不小，说的好听是辅导员，说的难听就是服务员，一个服务学生的导员而已，还真把自己当官了，真是给他脸了。我正准备回怼，余光却瞥见慕瑶和辅导员椅子底下十指紧扣的手，再联想到之前辅导员对慕瑶异样的目光，还有辅导员对慕瑶的爱称，胃里一阵翻江倒海，我瞬间生理性的不适起来。所以他们这是，我说呢，辅导员怎么这么护着慕瑶？原来他俩私下里竟是这种关系。见我沉默，辅导员以为拿捏我，得意一笑，同时得寸进尺。不过光是口头道歉还不行，你还得拿出诚意。我要你过几天去广播站，当着全校师生的面给我道歉，承认是你下毒才导致那些学生食物中毒，你才是罪魁祸首，和其他人没关系。要是不按我的要求做，你的学分可就不保了。一旁的慕瑶也是随之应和，眼里满是幸灾乐祸。南乔，你就答应了吧，不承认错误的话，可是要毕不了业的。陈家张丽也赞同辅导员的决定。南乔，别反抗了，和导员作对可没好下场，劝你识相点，别自取其辱。他们以为我肯定会反驳，可我却勾唇一笑，点头同意了。好啊，那就照你们说的做。因为就在前面，我突然有了一个能让辅导员他们身败名裂的好主意。我决定在道歉那天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想到这儿，我转身离去，身后传来慕瑶他们的冷笑嘲讽。南乔这落魄的样子看起来真蠢，就是还想和我们斗，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他们笑我蠢，殊不知他们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到头了。公开道歉定在3天后的午休。辅导员大发慈悲，说是专门给我时间，让我好好准备措辞。辅导员还专门把我要道歉的消息散播出去，还疯狂甩锅嫁祸给我，把我塑造成下毒害人、造谣室友的恶人。舆论瞬间改变，之前喷慕瑶的网友和校友现在纷纷过来喷我。在这期间，我也没闲着，疯狂调查走访询问知情学长学姐，更是跟踪慕瑶和辅导员，用手机拍下他们的一举一动，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经过调查，我发现慕瑶和辅导员确实不简单。他们不仅放学后经常约会，更是住在一起，在校外租了个小公寓。更炸裂的是，辅导员还有妻子。慕瑶其实是插足别人婚姻的小三，而慕瑶之前的评奖评优也都是找辅导员走的后门。我就说，明明我各方面都碾压慕瑶，但每一次的评奖评优都轮不到我。而慕瑶之所以会走上这条不归路，不劳而获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他嫉妒我，迫切地想碾压我来证明自己。陈家张丽之前的奖学金也是通过慕瑶的关系，所以他们才会那么捧慕瑶，但也因此被慕瑶狠狠拿捏。收集好证据后，我越发期待公开道歉的到来了。公开道歉那天，我特地联系了表白墙，让表白墙在我道歉的时候帮忙发一些东西。去广播室的时候，还遇到了慕瑶，看到是我，慕瑶的嘴角都快飞到天上去了，嘲讽出声：“哎呀，这不是下毒害人、造谣室友的南桥吗？你的5000字道歉都背下来了，快去吧，我期待你的道歉。南桥，这都是你欠我的，你让我毁容，我也要让你付出代价。”嘲讽完后，慕瑶还专门招呼别人等着看我的好戏，可他不知道，很快他就要笑不出来了。到了广播室，所有人都以为我会认错，可我却直接播放了这些天收集到的慕瑶和辅导员亲密的录音。导员，这次我的评优可就靠你了，放心吧，宝宝，有我在，优秀名额非你莫属。那我帮了你，你要怎么答谢我？哎呀，导员，你可真坏，要是被嫂子知道了，看你怎么办。后面的录音过于不堪入耳，我直接暂停了。放完录音后，我一一说明了他们的恶行。大家好，我是南桥。我想说，之前那些对我不利的言论纯属造谣，我没有毒害同学，也没有造谣室友。毒害同学、造谣室友的一直是慕瑶，他从垃圾桶里捡烂水果做成果，切给同学吃。同学食物中毒后，他就把农药放进我衣柜，栽赃陷害我。事后，他更是联合辅导员以学分威胁我，让我认下这一切不是我做的，我为什么要认？这几天我越发觉得辅导员和慕瑶关系不简单，于是我小小调查了一下，结果发现慕瑶和辅导员有不为人知的关系，而辅导员一直有妻子。我还查到，慕瑶之所以能多次评奖评优，也是靠着辅导员的关系。他不仅自己走后门，还让陈佳和张丽也走了后门。与此同时，表白墙也把我收集到的证据也一并发了出来，那里面不仅有我拍到的慕瑶和辅导员亲密的照片，还有慕瑶走后门的学长学姐的口供，当然还有慕瑶说辅导员原配年老色衰的录音。这些证据一发出来，校友议论纷纷，下面的评论更是看都看不过来。没想到啊，慕瑶看起来乖巧可爱，居然是个三，这辈子最讨厌小三了，小三都该死。他不仅是小三，还走后门。我就说，当初我明明都达标了，为什么没拿到奖学金？而慕瑶挂科那么多，却能拿奖学金，原来是这样。对慕瑶滤镜碎一地，原本以为是自强自立的坚强女孩，没想到是靠走后门才拿到的奖学金，恶臭！坚决抵制这种行为，不公平！慕瑶、陈佳和张丽，你们怎么有脸待在这里的？我都替你们害臊！这个辅导员也该开除，婚内找小三，死渣男，他就不配为人师表。慕瑶都毁容了，他还下得去嘴？怎么不是真爱呢？等我从广播室回来后，
却发现慕瑶和辅导员已经堵在了门口。他们气得脸都变形了，怒吼出声：“你个贱女人，你都干了些什么？南乔，你不想毕业了是不是？”他们这么一吼，立马吸引了其他人的注意力，众人瞬间朝慕瑶他们看来，议论纷纷。快看，这就是表白墙里的主人公！我知道，慕瑶和辅导员，渣男贱女，天生一对，当众丢了面子。慕瑶羞红了脸，气得直落泪。辅导员则将她搂在怀里，一边安慰，一边怒不可遏地瞪了我，做事就要朝我揍来。在他的拳头要落下的时候，却被一声怒喝打断：“狗男人，我看你是活腻了。”循声望去，是一个穿着红裙的精致女人，正是辅导员的妻子。她之所以会杀到学校，是因为前面我给她也同步了一份。在看到搂在一起的辅导员和慕瑶后，她顿时火冒三丈，3步并作2步地冲上去，对着辅导员就是狠狠一巴掌。渣男，老娘在外面辛苦打拼，你吃软饭就算了，还保养仨，真是给你脸了。慕瑶吓了一跳，随即红了眼眶，楚楚可怜道：“嫂子，你误会了，我和辅导员清清白白，是有人故意污蔑我们。”他话还没说完，辅导员妻子抬手对着他也是一巴掌，差点忘了你个小绿茶了。好一个清清白白，前面已经有好心人把你们的龌龊事发给我了，你们真把我当傻子。辅导员和慕瑶震惊不已，他们还想再说什么，辅导员妻子已经不给他们机会了，冲上去对着他们又抓又挠，谩骂不已。慕瑶和辅导员被抓得血肉模糊，惨叫连天，却没有一个人愿意上前帮忙。很快，事情闹大，学校从重处理，直接把辅导员和慕瑶开除。陈家张丽因为走后门也被记过。慕瑶被开除后声名狼藉，辅导员直接和他分手，他的丑事闹得全网皆知，惨遭网暴。辅导员妻子趁机向他追回辅导员给他花的钱，慕瑶拿不出，辅导员妻子直接找人上门催债，他硬生生被打断了一条腿。这件事后，家里嫌他丢脸，和他断绝关系，把他扫地出门。慕瑶断了一条腿，又因为身败名裂找不到工作，只能流落街头，沿街乞讨，没了学生身份的保护。学生家长更是告慕瑶故意杀人，最终罪名成立，慕瑶被判坐牢。据说他在里面受尽折磨，每天被人当沙包出气，更是各种欺负。没多久他就被折磨疯了，而辅导员则被妻子找人痛揍一顿扔出门。因为声名狼藉，频频失业，没多久就被人骗去国外，再无音讯。可能是被摘除了器官，也可能是做成了人体切片，反正下场不会好到哪里去。这之后，我不再关注他们，他们也渐渐淡出了我的生活圈，我的生活重回平静。而那些同学因为抢救都活了下来。我知道，我成功逆转了命运，改变了结局，噩梦已经结束，未来皆是美好。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